美军研究解放军陆军报告出台，既有赞誉也有批评，不吹不黑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个月呢，美国陆军以条令的形式发布了对中国军队的一个最新能力评估。这个条令啊，200多页啊，就是代表了美国对中国陆军的一个官方观点，也给了我们一个从潜在对手角度看我们自己的机会。从这份报告来看呢，美军对解放军陆军的研究也不能算是极其深入吧，但是很认真。因为他们觉得，除非真的长期接触解放军陆军的各个旅，才有可能对解放军陆军的实际作战能力有一个最客观的了解。但是呢，也很明显，这个报告态度来讲呢，也尽量做到了不吹不黑。比如说，在介绍解放军陆军发展水平的时候呢，不乏一些赞扬之词，比如认为了解放军炮兵虽然仍然有一些在服役的这个老式牵引火炮和火箭炮，但是由于机动灵活的作战能力，以及非常好的这个新型火炮、火箭炮和无人机大量服役，加上我们的数字化指挥能力增强，那么解放军一个集团军它的炮兵火力仍然比西方同水平的陆军有优势。尽管如此呢，解放军还是总觉得自己火力不足，还要在火力投送能力上不断加强。看来美国人也知道，解放军这个火力不足综合症啊，怕是没救了。另外说到了野战防空体系，美国人认为啊，从1950年到现在，历史经验对解放军的影响极其深远，所以解放军陆军的野战防空能力非常密集，用来弥补过去我们空中力量的不足，并且呢，数字化的集成指挥能力正在向单个火力单元，比如说每一门高炮、每一个导弹的射手方向发展。而且呢，解放军对各种高射炮的兴趣也是现代军队中独一无二的。美国人现在反过来呢，经过反思也觉得好像自己的高射炮确实太少了。美军自己呢，考虑到对付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应该也重新审视一下大中口径高射炮的作用，并且考虑把一些个新的大中口径高炮重新补充到陆军的野战防空体系中。至于说解放军的工程兵，美军这份条令里边评价就特别高。说是在现代化方面呢，比解放军别的这个陆军兵种啊走得更远，特别是装甲工程部队在进行障碍物突破、扫雷、防御工事建设以及支持装甲机动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扫雷系统丰富而且成熟有能力，加上炮兵各种火箭炮配合，布雷对解放军来讲也变得更简单。另外呢，他对通讯特战方面都有了比较正面的描述。当然了，对现阶段解放军陆军的问题，报告也用了不少文笔。比如说，老旧装备还比较多，到2035年才能基本完成更新。士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不足，基层指挥人员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仍然需要锻炼。不同地区、不同部队之间的训练差距水平太大，精英的是真精英，缺练的是真缺练。武装直升机部队发展呢是刚刚起步，平均数量只有美国的1/8，这都是未来要发展的方向。另外呢，远距离投送能力显得还不足，更多的是依赖公路、铁路，海外兵力投送能力尚属欠缺。当然了，以上都是美军对解放军陆军的研究，也是美军条令里边要求美军各部队加以深刻理解的内容。至于说他们的评价准不准，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我们不做评论。不过呢，至少我们看清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会嘲笑某些国家的军队，觉得这些国家军队啊能力不怎么样，但是吹牛天天吹得很大，无非就是喝多了恒河水。为什么我们看不起？因为这些军队没有能力去冷静地看待自己和对手，不能够做到不吹不黑。这种心态都不端正的军队，谈不上有多少专业素养。当然，最后实战的时候，狂妄自大也会跟着倒霉。重视对手，剖析对手，冷静观察，这种态度美军是有的。所以，像这样的对手，仍然还是我们的劲敌。那么面对这样的对手，不言自明，我们应该有同样的冷静客观、从严求实看待彼此的作战水平。好，关于从美军角度如何看待解放军陆军的发展，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